一位即将100岁的独居老人被发现在家中惨遭被害，警方介入后并未发现明显的犯罪动机，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可疑人员，案件的调查很快遇到了困难。就在警方对凶手的身份感到困惑时，发生在附近的一起离奇事件让他们看到了希望。随着不断的深入调查，一些琐碎的线索也被逐渐拼凑出来。直到真相大白的那天，了解完全部犯罪经过后，警方才发现凶手的邪恶远远超出了想象。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沃兹沃斯市，这里位于俄亥俄州的东北部，距离该州第5大城阿克伦仅18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3000人，是麦迪纳县下属的一座城市。主人公玛格丽特出生于1919年9月15日，案发时98岁。玛格丽特的一生中一直是个性格独立、目标明确的人，她从不害怕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永远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1945年，二战结束后，玛格丽特嫁给了她一生的挚爱唐纳德。唐纳德比她小1岁，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退伍老兵。结婚后，他们定居在了沃兹沃斯市一处安静的社区里。玛格丽特和丈夫经历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凭借勤奋和努力，他们抓住机会，很快过上了安逸的生活。这对恩爱的夫妻在结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事业和彼此身上，从青丝到白发，两人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55个春秋。2000年5月，丈夫唐纳德去世，享年80岁。这年玛格丽特也已经81岁了，虽然她的身体还很硬朗，但考虑到年事已高，独自生活可能会有不方便的地方，为此侄子霍华德提议让她搬到养老院居住。不过这个建议很快被玛格丽特拒绝，这个让她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不仅有很多熟悉的朋友，而且还承载着她和已故丈夫的美好回忆，所以玛格丽特哪也不去，坚持住在自己的家里。接下来的10几年里，玛格丽特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由于侄子霍华德住的距离比较远，平时玛格丽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基本全靠热心邻居大卫的帮助。步入晚年后，玛格丽特依然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尽管她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她对自己的要求却一点也没有减少。她会定期预约美发师上门打理头发，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干净整洁的状态。90岁那年，玛格丽特的家人为她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宴会，在热闹的气氛下，玛格丽特许下了活到100岁的愿望。可惜的是，这天她永远也等不到了。2018年4月9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周一早上，沃兹沃斯市警局接到了玛格丽特侄子霍华德的电话。霍华德报告称，有邻居注意到玛格丽特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尝试给她打电话也一直没有接听。玛格丽特年纪大了，平时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不接电话很可能是遇到了危险。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了玛格丽特的住所，在对房子外部检查后，警方发现她家的前门没有上锁，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出于安全考虑，警方决定进入房间查看情况。整个房子内部看起来比较整洁，没有明显反常的迹象。巡视完所有房间后，警方没有找到玛格丽特的任何踪迹。搜寻结束后，警方马上联系了玛格丽特的侄子霍华德，他被要求尽快来到沃兹沃斯市配合警方的调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霍华德和妻子辛迪来到了当地，在与警方简单交谈后，他们再次来到了玛格丽特的家。这次他们的目的是要排除她离家出走的可能。当霍华德和辛迪对玛格丽特的随身物品检查后，他们发现所有的物品都还在，只有一个红色的钱包不见了。霍华德心想，或许是玛格丽特把钱包放到衣橱的大衣口袋里了，于是他又来到楼下的衣橱开始四处寻找。几秒钟后，警方和辛迪听到了霍华德惊恐的尖叫声。在衣橱的角落里，霍华德发现了已经去世多日的玛格丽特。当时玛格丽特的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她的头朝下，尾部撅在了半空中，以一个跪着的姿势被塞进了衣橱里。从尸体的状态来看，明显玛格丽特是一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于是警方拉起警戒线，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工作。整个事发现场没有明显打斗的痕迹，除了玛格丽特装零钱的钱包不见了，没有发现丢失其他物品。
在后院的草坪里，警方找到了一只带有血迹的一次性手套，这也是凶手留下来的唯一线索。警方对这种奇怪的犯罪现场感到非常疑惑，凶手在作案后没有拿走家里的贵重物品，只带走了一个没有多少现金的钱包，所以很明显作案动机不会是抢劫。尽管玛格丽特被发现时的姿势暗示这是一起性犯罪事件，但警方考虑到她的年龄原因，认为这应该是凶手为了迷惑他们故意这样做的，既不是抢劫也不是性犯罪，那剩下的只有仇杀或者继承财产这两种可能。作为玛格丽特的亲人，也是本案的知情人，霍华德夫妇接受了警方的询问。霍华德表示，他和妻子每月都会抽出几天的时间帮助玛格丽特购买一些生活用品，但最近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没有来过当地。据他所知，玛格丽特没有立过遗嘱，也没有人寿保单，所以他不认为这名凶手会是自己的家人。通过查询霍华德夫妇的手机位置信息，警方确定他们在半个月内没有来过当地，于是便排除了他们的作案嫌疑。接下来，警方又到玛格丽特的邻居家进行了走访，有多位邻居证实，与玛格丽特接触最多的是一名叫大卫的男子。大卫曾是玛格丽特的邻居，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近。大卫经常会帮助玛格丽特做一些家务，有时还会带着她外出散步。即便在搬家后，他也一直坚持每周看望玛格丽特。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给这位热心邻居大卫打去了电话。不过这通电话在尝试了几次后，他始终没有接听。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出发寻找大卫的下落时，一位站在人群不远处来回踱步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询问，这名男子就是他们要找的热心人大卫。在与大卫对话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明确说明与玛格丽特的关系，反而总是向警方询问他们的调查进度。这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于是警方把他带回警局进行了询问。大卫表示，最后一次见到玛格丽特是在上周三的傍晚，他帮助玛格丽特处理掉了家里的垃圾。周天中午，他又去了玛格丽特的家，不过这次他没有见到玛格丽特。当时他的想法是，玛格丽特可能在楼上的卧室休息了，他担心玛格丽特可能没有穿衣服，所以他没有上楼检查，就直接离开了。对话进行到这里，大卫话锋一转，又谈论起了玛格丽特年轻时候的样子。 She likes to look nice, and she was a pretty woman. Yeah. When she was younger, she was a redhead. Oh. Yeah. And she was really coming back in. She was really kind of not thin then, but I was surprised how good she looked back then. 大卫这种不合时宜的评论无疑让警方加深了对他的怀疑。出于这个原因，警方向他提出了索要 DNA 的要求。令人意外的是，大卫居然同意了。拿到他的 DNA 样本后，警方马上进行了对比工作，分析结果表明，大卫与凶手的 DNA 完全不一致。到这里，警方终于相信了大卫确实是一位非常热心的邻居，虽然他表现得有些奇怪，但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案发的3天后，警方拿到了尸检报告，玛格丽特的身上出现了多处骨折现象，其中肋骨有7处断裂，颈椎和眉骨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她的死因被确定为窒息，遇害时间推测发生在4月6日晚上到7日凌晨时分。法医没有在她的体内发现男性的体液，但并不排除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这一行为的可能。通过分析这份检测报告，警方对这名凶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首先，他们认为这名凶手应该是个惯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但做这么大的谋杀案应该是他的第一次，否则他不可能会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又没有任何仇恨的老人过度殴打。其次，推测他的年龄应该不会太大，作案的原因很可能是随机犯罪或者单纯为了追求刺激。有了这些嫌疑人的特征后，警方开始调查发生在附近的一些犯罪事件。通过一系列的排查，一起发生在4月8日凌晨的劫车事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起案件的发生时间刚好在玛格丽特报告失踪的前一天，另外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就在玛格丽特家附近。最主要的是，当时报警人声称是一位年轻人抢劫了他的汽车。这一系列巧合凑在一起，不由让警方怀疑两起案件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为了了解清楚具体的情况，警方找到了当时的报警人保罗。保罗对警方的到来感到有些紧张，他似乎不愿意过多谈论这次劫车事件。
在警方再三追问下，保罗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他表示，那晚回家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一瘸一拐的年轻人。出于好心，他下车询问这名年轻人是否需要帮助，但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一把把他推到一旁，跳上他的汽车就直接离开了。保罗的说法让警方有些怀疑，因为根据调查结果，他的汽车在报警后很快就被找到，并且里面的物品也没有丢失。他口中所说的这个年轻人似乎并不是奔着他的汽车去的。为了验证保罗的说法，警方又对这起劫车事件进行了调查。幸运的是，这起案件的事发地点不远处就有一个监控探头，通过拍摄下来的画面，警方很快发现了保罗的谎言。监控画面上出现的年轻人并不是一瘸一拐，保罗也没有下车，他坐在车窗里，隔着窗户和这名年轻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拿着这份监控录像，警方再次找到了保罗。在证据面前，保罗终于交代了事情的真相。保罗表示，这个年轻人其实是他的约会对象，他们是通过一个交友平台认识的。原本那晚他们约定好了要在汽车上发生关系，但这名年轻人上车后就掏出一把匕首，威胁让他离开汽车。当他下车后，这名年轻人马上锁上车门，加速离开了这里。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遭遇了抢劫，于是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直到警方介入后，很快发现了他丢失的汽车，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被人恶搞了。他们这种群体在当地经常会遭到排挤，所以遇到这种事情也就不足为奇。平时他的工作比较特殊，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他很可能会丢掉工作，甚至自己的家庭也会受到损失。所以为了隐瞒自己的秘密，他才编造了这一系列事情。警方在了解完整个事发经过后，认为这名年轻人非常可疑。不过可惜的是，保罗在事后由于过于担心，他彻底删除了这名男子的所有信息。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这名神秘男子再次出现了。4月13日，也就是玛格丽特被发现的4天后，警方接到了一位工地负责人的电话，他表示停在施工现场的一辆拖车被人破坏了。接到这条线索后，警方马上来到了事发现场。在对这辆拖车检查后，他们有了一个意外发现，车厢的角落里居然找到了一部完整的手机。很明显，这部手机肯定与闯入拖车的人有关，于是警方对这部手机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通过相册里的自拍照片，警方确定了机主身份是一名叫扎克的年轻人。警方对扎克并不陌生，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但经常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从他以往的犯罪经历来看，警方几乎认定他就是那个神秘的劫车人，并且很有可能也与玛格丽特遇害案有关。掌握了这些线索后，警方马上对嫌疑人扎克进行了审讯。起初，扎克以为警方只是为了调查这起拖车事件，所以他在看到自己的手机后，很快承认了这一切。但没想到，警方在听完后又继续深入，谈起了劫车和玛格丽特的案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扎克明显有些慌了。或许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可疑，他把好友嘉文拉了进来。扎克表示，自己做过的所有犯罪事情，嘉文不仅全都参与了，而且还是幕后的主谋，包括这次闯入拖车的事情也是嘉文的主意。扎克向警方保证，自己绝对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去找嘉文聊聊。看到扎克激动的样子后，警方认为他没有说谎，于是决定对他的好友嘉文进行审讯。由于嘉文的年龄原因，不能单独接受问话，所以他和母亲一同来到了警局。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追问，嘉文承认了他就是抢走保罗汽车的人，不过他坚持否认自己参与了玛格丽特的案子。对于这种说法，警方明显是不会相信的，于是他们提出了检查他手机的要求。一开始嘉文坚决不同意，他以手机里有隐私为由，拒绝给警方检查。但意外的是，他的母亲却不这样认为。嘉文的母亲始终相信儿子是无辜的，为了帮助嘉文洗脱嫌疑，他非常配合地签下了相关协议，并且把嘉文的手机交给了警方。拿到手机后，警方马上对里面的内容进行了仔细检查。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震惊的发现：嘉文非常痴迷真实犯罪事件，他会搜索一些犯罪现场的照片以及相关的作案手法。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手机相册里发现了大量偷拍玛格丽特的照片和影像，其中有几段影像完整记录了他在作案前后的全部经过。有了这些发现后，警方马上以谋杀罪逮捕了嘉文。在对他的住所检查后，
警方找到了玛格丽特丢失的红色钱包和一只与案发现场相同品牌的一次性手套。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嘉文终于承认了这一切。他向警方交代了部分犯罪经过。根据嘉文的说法，案发那晚，他在寻找作案目标时，偶然来到了玛格丽特的家。他上前拧了一下门把手，发现门没有上锁，于是他悄悄潜入了房间。当时玛格丽特正躺在沙发上休息，看到熟睡的玛格丽特后，他的内心突然感觉有些兴奋。他拿起手机对着玛格丽特一阵乱拍，从头到尾，从远到近，来来回回拍了好几次。10几分钟过去了，玛格丽特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他认为这样不够刺激，于是他躲到一旁，故意打了几个喷嚏。被吵醒后，玛格丽特察觉到了异常，她打开灯，开始四处巡视房间的各个角落。然而玛格丽特的一举一动全都被他用手机记录了下来。又过了几分钟后，他决定要结束这场游戏。他收起手机，突然出现，几下就制服了玛格丽特。毫无招架能力的玛格丽特在他的压迫下很快就没有了生命体征。作案结束后，他在玛格丽特家停留了很长时间，期间他拍摄了很多照片和影像，并且还对玛格丽特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早上快5点的时候，他意识到要赶紧离开，因为这个点他的妈妈会起床为他做早餐。于是他匆匆收拾了一下犯罪现场，拿着玛格丽特的钱包就离开了。由于走的时候过于着急，他揣在口袋里的一次性手套不小心掉在了院子里，当时他也没有发现。2018年11月，玛格丽特遇害的7个月后，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最终嘉文因谋杀罪、盗窃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